我们认识已经3年了，刚开始交往的时候非常的不错，可是后来相处时间长了，发现彼此毛病挺多，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我觉得今天来一定要把这事情解决一下，要不然我已经看不清我们的未来了。我们俩现在闹到这个地步，跟他有一定的关系。就是现在我们一起出去逛街的时候，他根本都不在意我的感受。我觉得现在的他心里只有他自己，根本没有我。我觉得再这样下去的话，不仅他看不清我们的未来了，连我也看不清了。我真的希望我们今天来这里能有所收获，特别是他能改变一下他自己。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张22岁，来自吉林，厨师；女嘉宾小陈24岁，来自吉林，职员。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咋认识的呀？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就是当时他在大学的那个餐厅里开一家餐厅。哦，大学食堂里承包了一个餐厅。对。哦，餐厅老板。对。你呢？我学生。怎么就把人老板给你俘获了呢？就是当时因为在学校里食堂，他家那个还吃的还挺不错的，然后就总去嘛。哦。时间久了就觉得他这个人还不错的，就20多岁就有了自己的事业，感觉就是挺有上进心的吧。那肯定又是你主动呗？不是。他主动啊？啊？那么多女同学怎么就挑中了他呢？然后那个时候开档口的时候也有时候比较忙然后他经常上我的档口来吃饭了然后我感觉他也不错，然后每次中午下课的时候他吃饭都有时候赶不上，然后我就事先把那个他愿意吃的东西给他放到一边，然后过来就直接拿走了，相当于给留饭呗。后来给留的。好，什么时候跟他这个表达的说我喜欢你啊？那个时候认识了几个月，就是有的时候我忙的时候，他下课多余的时间过来帮我，我感觉他也挺好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喜欢你，就当时这样。今天是你要来的对不对？对。要来干嘛呀？就是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刚开始的时候他对我挺好的，就是挺在乎我的。就是现在时间久了，就3年多了嘛，我就觉得他很多事现在都特别不在意我，不在乎我的感受，太自私了。就比如说上次我过生日的时候，就本来都提前1周的时间就订好餐厅去哪儿吃饭了嘛，然后结果就是到我过生日那天的时候给他发微信，直到下午5、6点的时候就才给我回了个微信，就说什么餐厅说那个饭店忙，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生气，忙1天才想起来给我回话。当时之前几天我已经跟老板请好假了，早上的5点多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咱们那个饭店来一个团单，然后那个你必须得回去上班。然后我当时思绪也挺乱的，也挺生气的。本来5点多我感觉他也不能醒吧，然后后来把这茬就给忘了。忘了之后我直接就往饭店走，然后到饭店之后我情绪也挺不好的，然后1天也没说话，就自己干自己的活。然后下午的时候总算忙完了，完我跟他说一声。就是生日的时候不是没跟我过吗？对。然后后来补过的就领我吃饭去了。吃饭的时候点的都是他愿意吃的菜，就是什么辣的呀、凉的呀。而且我那天也不怎么舒服，他还点那些吃。那你要是不点，然后我还给你点点清淡的，你还不吃，然后你说我还到饭店了，我能不点吃的吗？那我只能点我吃的了。你看他点的都是他愿意吃的，就给我点了一个粥，他都知道给自己点几个菜吃的。然后后来我想再点点什么，他又说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的，这那的。还有就是我们俩每天下班时间不一样，我是6点多就下班，他要晚上可能9、10点钟的时候才下班。我下班之后就在家收拾好之后，我也不睡觉，我寻思等他回来之后跟他说几句话，然后再睡觉。可是每天等他下班回来之后，就他也不太愿意说话，直接就是洗漱完之后就这倒是累啊，就躺在沙发上在看手机、看直播之类的。本来一天工作13、14个点吧，然后也挺晚了回家，因为你下班早，然后回家洗收拾也就玩手机。那时候我就感觉他每做什么事儿都非常较真儿非常较真儿。现在没有一点余地说的给我解释啊什么，他就是要不就是说一点事儿，他马上他就是
刚有吵架的意思，然后我就不想打算想跟他说，就不打算跟他说。哎，那你看什么直播呀？一般？游戏主播。要累的话，他就直接睡觉了，我也不会这样。啊。他在那看直播看的挺开心的，然后偶尔还会给人家刷礼物什么的。就是上个七夕我没给他发红包啊，然后一直就是给我没脸的那种对我。那你看过七夕的时候，哪个女生不想着就是自己男朋友送自己点礼物？我不给你准备现金了吗？准备什么？准备现金。现金不？对，现金比。那后来那都是后来了，就是刚开始从早上一直看那个微信朋友圈，别人都在什么就秀恩爱嘛，然后发什么红包截图又花这那的，然后他就到晚上了都没有那什么。我晚上是问他，我说你不给我发个520什么的，你给我发个5块2也可以吧？啊。然后那才说什么？那当时不就是赶上了吗？就是没余额不足，然后我给你准备现金，你还不要，就非得让我给你发红包，你这做事情非常较真儿。那余额不足还不是因为他平常给那些主播刷礼物什么才刷没的吗？哦，哎，我就觉得是这样。游戏主播，男主播、女主播呀？男主播也有，女主播也有。这通常看和打赏的是男主播还是女主播呀？男主播。啊，行，这事儿咱们可以过了。你看，人就说男主播的，没事儿啊。咱们不跟游戏吃醋，好不好？还有别的事儿吗，姑娘？就是平时我们就偶尔也去会逛街嘛。逛街的时候，他就是手机也不离手，就一直在看。我想着可能男生就是本来也不太愿意陪女生逛街，我也就是也没太那什么，忍了。然后后来就是去一家店看衣服嘛，我就在试那件衣服，试完衣服我就过去问他这件衣服我穿好不好看呢？就他也没抬头，就直接说，这件衣服打不打折啊？如果不打折的话，还不如直接买上一件呢。我就当时特别生气，觉得他不应该是先问我喜不喜欢这件衣服吗？而先问那件衣服打不打折？当时我是看了的，2件衣服都是毛衣，而且穿挺瘦的，穿都差不多，差了1000多块钱。然后我不是说差这个钱不给你买，我就寻思你要是省这钱，你可以买别的东西，随便买。我就是有时候对他好，就是感觉做的方式是不对吧？就感觉他当时就跟我就脸子就一下就拉了下来。所以女生的重点在她不关心你，对，特别不在乎。我觉得后来我也给他刷卡了，买了。不是买了吗？你还较什么真儿啊你？关键刷卡的时候余额又不足了，我就又想起来他会给那些主播刷游戏，就是刷礼物什么的。就信用卡刷的时候没刷过是吧？对，我觉得他信用卡额度也挺大的呀，就是怎么就余额钱的，人家是关心你的钱的。那一张卡也不禁刷，那柴米油盐你也不知道多贵，有时候给你买点小东西、小礼物啥的，那都是钱。再说我出去吃个饭，那我跟我哥们儿，我有哥们儿出去吃饭去，我能总让他花钱吗？反正我就觉得他特别自私，现在根本都不顾及我的感受。他之前饭店发了2箱肉，然后就是说让我给他父母去送过去1箱。你说那1箱肉得也好几10斤呢，挺沉的。你说他自己都不见得就是拿起来能有多轻松，让我自己拿就是2箱嘛。我回家的时候带家具1箱，另1箱让我就是给他父母送过去。坐大客车也得3个小时左右吧。你说我一个女生拿那么多东西，我觉得他把那个东西寄过去不就好了吗？我觉得就是在乎邮费吧。哎，你见过他父母吗？没有。送肉送去了吗？没送。哎，他是让你去送肉啊，还是找个借口让你看他爸妈？你没琢磨琢磨这事儿吗？其实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们俩已经处了3年多了然后你说连父母都没见着，然后我的父母我就在他们拖，我说我外边有对象，我父母现在已经就是有点不相信了，去安排我相亲了。你说我能去相亲吗？不是，那你带他回家不就完了吗？赶不上，我没有时间，我这来就是请假。那你买一板虾让他送回去不就轻了吗？你非让他送半扇猪，你什么意思呀？这脑子，你说是不是？你就我单位发力2盒虾，你把虾送回家，那很轻嘛，他不就去了吗？你非弄半扇猪，你把肉送回家，那谁弄得动啊？这你误会他了啊！这属于脑子不好。那他当时让我送的时候，就是说给我打车钱的，让我打车去也好啊，他也没说这些。我觉得他就是根本就你自己打呀。那我当时感受不一样吗？对，也是不在乎我呀，我感觉。对，所以女生上升到你不在乎她，在我们男生看来就是粗心没想到，这次没了吧？我感觉你要说话了啊！我就是感觉相处这段时间了，我感觉我俩共同语言特别少
然后就是做的事儿太较真儿，让我受不了。我就感觉现在我俩不怎么太适合，因为不太适合了。哎呦，你这是要变呐啊！你说说怎么不适合啊？就是刚开始我感觉他挺好的，后来我感觉，说话呀，基本上现在没有共同语言，说话的就是有小矛盾就直接就吵起来了。他其实就是我感觉脾气就是挺闷的，然后我还挺急的那种，然后我也不发脾气一般，就是感觉就是，我听明白了，说是女生带男生来，要解决男生对她冷漠的问题，实际上面是人男生想分手，哎，是这意思吧？是还是不是啊，兄弟？有点。啊，这是大反转啊！你知道他这心思吗？不知道。是你想分手啊？没想好。分手的理由是没有共同语言，是其一，对吧？其二是脾气太大，是吗？脾气大，就是感觉不理解我，一点小事跟我俩说，就说个没完吧，就想感觉说不清一样。因为我做事儿非常快，非常的，就是说一就一，说二就二，马上就做的那种。行，那我问你一件事儿，行吧？没带她回过家，带过其他女孩子回过家吗？带过，但是我已经跟她说明白了，那是我小学同学。不是你带小学同学回家干啥呀？是这样的，我妈我爸一直现在就催着我结婚，然后给我安排相亲，然后相亲我不能去呀，然后我只能说跟我小学同学说一声，然后家门也没进，就是冬天嘛，也是包挺严实，连看都没看，就是在那晃悠一下，就是为了就是塑造一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觉得这个女生可能不是你真想要找到的另外一半了，让你犹豫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得有将近半年吧。发生了什么？我就感觉他脾气非常的就是说不好他脾气，现在我也感觉不好他脾气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就感觉我俩就是感觉在一起就非常的感觉现在不自在了，说不懂了。我看他说他要跟你分开，你也没什么反应啊，姑娘。你是做好了准备是吗？没有。还是感觉到了，确实他在疏远你。就是感觉他确实是在有意疏远我们。所以人家说那句话真是对的，恋爱中的女人，直觉是最准的。现在看来，并不是这个女生认为男生不关注她了，漠视她了，是吧？而实实在在是男生已经动了想离开的心思了。这个应该怎么办？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请老师们来分析分析，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包红兄，今天我们确实很惊讶，是女生要来爱情保卫战，结果男友他表达出了自己的苦恼，自己想退出这样的一种情感。这个其实蛮遗憾，但这就是事实。我想，作为两个年轻人，没有多少爱情的经历，这就是一个教训。或许你们的教训，给我们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特别是少男少女，正在热恋当中的少年少女，也是一个思考。两个人在好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志同道合，我们脾气相投，我们有共同语言。结果走到今天，苦恼的阶段了，就变成了性格不合，没有共同语言。所以你们两个人都要反思，为什么从一开始的有共同语言到今天的没有共同语言，从一开始的感情相投到今天的脾气不合，这样的反思我认为是必要的。好，谢谢包红兄。来，珊娜老师。小张，你大概打赏那个主播，用掉你收入的多少啊？ 1/3吧。
1/3用来打赏主播，然后1/3用来生活，你得留1/3积蓄吧？对。也就是说，女朋友和打赏主播，它是在一个衡量价值范围之内的。其实我觉得，对于小陈来说，有一点悲哀的是，到今天为止，你才知道他已经动了要离开你的念头了。所以可想而知，你是有多么的不了解自己的男朋友，你有多么的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这太可怕了。你一直都以为说，他好像就是对我冷了，或者他最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你从来没有想过他是想离开你，或者说你只是不愿意去面对，或者不愿意去承认而已。为什么两个人在一起，话越来越少，下班一个回到家就打赏主播，另外一个就干干的坐那儿等着？谈恋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果没有互动，两个人都死气沉沉，没有话题可聊的话，那这个恋爱谈下去就是今天这个结果。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因为已经有一方去意已决，另一方还浑然不知，那这就是最好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无路可走了。祝你们各自幸福吧，谢谢。谢谢莎娜老师，来举手。3年的时间。直到此时此刻，女生才突然听到从男生嘴里提出我是想分手的打算，的确很悲哀。由此可见，你们之间的沟通多么的少。本来上下班的时间就有差异，女生是付出过努力的，一定要等男生回来，说几句话。可男生呢，回到家之后依然是看手机，基本上是零交流。好不容易有一些交流的时间，但是却被女生所谓动不动就发脾气，然后呢就会从沟通马上导致到吵架，而吵架顶多是发泄情绪而已，没有解决实际的问题。所以说，之所以你们有今天这个结果，那无外乎就是在问题刚刚出来或者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双方没有意识到，并且双方没有做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沟通，就导致了今天无话可说的这么一个地步。男生有什么就一定要说出来，有些事情不一定非得要等到这个场合，或者说实在找不着走下去的这个希望了才提出来，让女生其实是蛮受打击的。我觉得你们之间其实问题早就出现，并且发展的已经很严重了，尤其是你带一个女同学去家里，让她充当自己的女朋友，你不觉得这是某种意义上的对女朋友的背叛吗？你不觉得吗？后来，你提前告诉他了吗？没有。对。后来他是微信发现。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你知道自己说不出口。如果情侣双方都到了说，在这个特定的时间节点想请你到我们家去见见我父母都不能做到，都说不出口的时候，其实你们之间感情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再回想你们这段经历吧，我希望你们各自都能学到很多。如何沟通，怎么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对方的感受。非要在这儿分手，不如把过往的这3年，把它作为一次形式上的结束，说说自己的内心话，也不枉这60秒，有点收获。好吧，就这样。女生，你有没有回忆说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特别甜蜜？为什么那个时候有共同语言？排档什么时候关的？在他毕业没多长时间。为啥呀？因为那个时候也不怎么好，经营的，然后人还少，我自己干不过来，从早上4点多起来到晚上9点多。在大学里头，他是大几跟你好的？那时候快大2了吧。那就是说，实际上面指的近1年是女生在毕业之后，对吧？是指的男生在关了排档之后，对吧？对，是吧？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在这段情感里面，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变故。过去是有一个地方，放2个人共同记忆、有2个人生活印记的那个地方叫排档，对吧？对吧？对。所以，
当女孩子去帮忙的时候，或者男孩子很累，女孩子不在，当女孩子突然出现的时候，女孩子既是一个念想，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对吧？对，对吧？后来排档没了，两个人能够放共同回忆和共同情感的地方可能就没了，然后慢慢就疏远了。女生可能也在变化，我相信今天因为女生叙述的比较多一些，对吧？男生讲的相对少一些。我相信男生会感受到女生在大学毕业后这一年的变化。用男生的话说，脾气怎么那么大，是吧？就是那2年腻乎乎的，是因为男生在那个地方所表现的是一个最好的他。他们俩谈恋爱是有寄托的，寄托在美食上，寄托在忙忙碌碌的排档的人群当中，寄托在思念中。现在当工作分开之后，男生回到家里却不知道怎么对这个女人好，不知道怎么去做了，是吧？你有耐心去教吗？那是你自己要回答的问题。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其实，咱们俩相处了3年多了，就是后边越来越我也看不懂你了。怎么说呢？我思绪现在也挺乱的。我希望你能，就是也为我考虑考虑，然后，我就只是希望你能多想想我。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确实也挺不容易的，但是我就希望，如果还能在一起的话，以后你就是多在乎我的感受。但是现在这样，我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继续。谢谢两位啊，来，请开灯。来开箱看看吧，看彼此放的是什么。然后拿着它回去吧，到门里去吧，去吧。来，请关门。那他给的是什么呀？什么记忆啊？一个就是保温饭盒，是你买给他的？就是当时我不是有个中午那个放学晚吗？他给我留饭的那个饭盒。谢谢你啊，辛苦你了。